末日爆发后，我被感染成一只丧尸，可在我妈眼里，那不过是年轻人研究的新名词。她更在意的是怎么治好我听不懂话的毛病。我脑袋少了一半，她以为是奶奶给睡的扁头。我只吃肉，她怪我挑食。幸存者要驱赶我时，我妈护在我身前。俺肯定能治好俺儿的。我妈捡到我的时候，我已经变成丧尸3天了。那天她去地里摘菜，看见我趴在树底下，低着头在吃什么东西。明明你咋在这儿睡大觉？地上多脏啊！快起来！我喉咙里发出难以分辨的声音，转头就要咬它。我妈眼疾手快，从篮子里抽出一根大葱塞进我嘴里。又偷吃零嘴，回家吃饭。我妈拽着我就往家走去，路过的李婶隔着10米远就尖叫着跑开了。我妈还嘀咕：这老李家的，见着俺儿跟见鬼似的。回到家后，我妈把我按在板凳上，拿湿毛巾给我擦脸。我的皮肤已经泛着青紫色，眼白变成了浑浊的黄色。你这小孩又偷用妈的护肤品了吧？抹得跟个死人似的。我妈用力搓我的脸，搓掉了一块腐皮。这护肤品质量真差，都掉渣了。我张嘴想咬她，我妈顺手往我嘴里塞了块腊肉。别闹，妈给你洗脸呢。晚上吃饭，我妈炒了一盘青菜，我碰都不碰，只顾着啃生肉。我妈气得直拍桌子。挑食，光吃肉不吃菜，跟你爹一个德行。她从缸里捞出一块腌猪肉扔给我。吃吧吃吧，早晚得长漂。夜里我溜出去想咬人，我妈拿着扫帚把我赶回来。大半夜的往外跑，被拐走了可咋整？她找了根麻绳把我拴在床头。睡觉。第二天一早，周叔慌慌张张跑来敲门，我妈正在给我缝口罩，因为我还是老想咬她。秀智，不得了了！镇上人都变成吃人怪物了！胡说啥呢？哪有怪物？是不是你家电视又放恐怖片了？我说的都是真的。周叔指着我，我正对着他龇牙咧嘴，我妈一巴掌拍在我后脑勺上。没礼貌，叫周叔。我嗷了一嗓子，周叔吓得倒退3步。这孩子最近叛逆期，见谁咬谁。我给他做了口罩，你要不要给你家狗生也做一个？我妈还在絮叨，周叔逃命似的跑了。我妈天天喂我中药，人参父子一个劲的给我吃，天天给我熏艾，居然真给我整老实了。丧尸爆发的第7天，附近就剩我们村有活人了。我妈每天照样下地干活，给菜浇水施肥，我跟着她在田里转悠，把想靠近的丧尸都吓跑了。中午吃饭，我妈端了一盘肉给我，我狼吞虎咽吃了起来。慢点吃，别噎着了。我妈看着我的样子，叹了一口气。直到有一天，一群幸存者路过我们村，领头的王医生看见我，脸色大变。大姐，你儿子是丧尸。啥丧尸不丧尸的？那是啥东西？你儿子他眼睛都黄了。黄疸病，喝点茵陈蒿就好了。他在流口水。小孩子长牙都这样。王医生没辙了，想拿绳子捆我。我妈抄起草耙子就冲上去。谁敢动我儿子？他把一帮大老爷们打得抱头鼠窜，幸存者们没办法，只好在村口住下。他们发现我妈的种菜大棚是方圆100里唯一留存下来的，每天都来换蔬菜。我妈用白菜换了盐，用萝卜换了火柴，用韭菜换了半瓶辣椒酱。辣椒酱不是必需品，但我妈还是换了，因为她发现我爱吃辣的，那是我为数不多能体会到的味觉。秀芝姐，你儿子真的变成丧尸了，很危险的。我妈往我嘴里塞了块姜糖。胡说！丧尸会乖乖吃我喂的东西吗？他怎么咬我？可是啥？可是俺儿多乖，他就不可能是丧尸。日子就这么过着。有一天，幸存者里有个小伙子想要来我家偷菜，被我抓伤了。20多号人拿着锄头铁锹把我们家围了。把他交出来，不然连你一起打！我妈把我护在身后，手里攥着那把用了10年的菜刀。这是俺儿，他不咬人。你们要赶他走，俺也走。他是丧尸啊，大姐！放屁！俺儿才不是你们说的那种怪物，他就是挑食，就是叛逆期。我妈气得浑身发抖。我妈转头看我，我正蹲在地上，乖乖守着刚刚抢下的菜，对发生的事情无动于衷。我妈从兜里掏出一把艾草，点燃了，在我身边熏。看看，你们说那怪物怕艾草，俺儿子不怕。浓烟呛得我直打喷嚏，但我仍站在原地。大姐，艾草确实可以熏走丧尸，但没有任何研究表明所有的丧尸都怕艾草。说不定你儿子是例外呢。你瞧瞧他那样子，他能是人吗？别自欺欺人了。对。我妈又掏出几根银针往我头上扎，急于证明我不会咬人。这是俺祖传的针灸，俺肯定能把它治好。说来也怪，那几针下去，我浑浊的眼睛清明了一瞬。我张开嘴，发出一个模糊的音节。
我妈愣了下，一下子泪如雨下。听见没？俺儿子会叫妈，丧尸会叫妈妈。幸存者们面面相觑，最终叹了口气，三三两两散去了。王医生临走前偷偷塞给我妈一本笔记。大姐，你儿子是个奇迹，你非要留着你儿子，就帮我记下他的日常生活。我妈把本子扔回去，不记，俺不识几个字。那天晚上，我妈给我洗了澡，换了新衣服。她一边缝我白天弄破的衣服，一边说：“儿子，妈不管你是人是鬼，反正你是妈身上掉下来的肉。”我呜呜哇哇的回应着，把玩着我妈给我做的用来哄我的布娃娃。我妈哼着跑调的小曲，给我缝制起新衣服。我歪着残缺的脑袋，靠在我妈温暖的肩膀上。几个月后，村里来了更多逃难的人，他们看见我都绕着走，直到有人发现我能吓跑其他丧尸。那天夜里，3个丧尸趴老张家的窗户，老张他媳妇哭天喊地的跑来敲我家门。秀芝姐，姐你家明明有大半夜的，儿子要睡觉了，给亮姐腊肉。等着。我妈给我套上自制护具。儿子，去帮你张姨看看，打不过咱就跑，别硬撑哦。我嗷一嗓子冲出去。第二天，全村人都知道我能驱丧尸。秀芝姐，这可能是信息素的作用。啥素不素的？不是，我是说2斤腊肉一次，包约便宜。就这样，我成了村里的另类保安。白天拴在菜地边赶麻雀，晚上巡逻防丧尸。只是有一次，我不小心把李婶家的看门狗给啃了。我妈赔了20个鸡蛋，亲自给狗包扎好，回家就把我骂了一顿。那是看门狗，能随便吃吗？她往我嘴里塞了把苦蒿，苦蒿真苦啊！我吐着舌头乱叫，我妈盯着我看，发现了什么？儿子，你舌头咋变红了？前几天还是紫的。王医生听说后，连夜跑来采集我的唾液样本。我妈本来不愿意让他碰我，最后勉为其难要了半斤白糖当报酬。奇迹啊！病毒活性在降低。孩子就是上火，这火下去了，他就能好了。你们这城里的医生就是事儿多。不是，秀芝姐，我妈一点也不信他说啥，但王医生的宣传是有用的。他说我上留存一点脑子，现在的智商差不多等同于一只小狗。村里人对我没那么怕了，孩子们对我产生好奇，隔着老远朝我扔石子。腊月23小年，我妈包了饺子，给我那份是纯肉馅的，我吃得满手油，正吃着有人砸门，原来是李婶的孩子发热惊厥了。我妈二话不说，穿上针灸包就往外跑，我跟着去，被留在院门口站岗。屋里孩子的哭声渐渐小了，我妈出来时，李婶嗓子都哭哑了，对着我妈千恩万谢。孩子多喝点热水，每天按时把药喝了。回家的路上，雪下大了，我妈深一脚浅一脚的走，我在后面踩着她的脚印，她絮絮叨叨，我却啥也听不懂，大概是说累了，她停下来回头看我，我歪着残缺的脑袋看她，我妈叹了口气，没再说话。开春时出了件大事，我在村口溜达，遇上小孩子们，他们照例跟我一起玩，谁知一个没留神，村支书家的小孙子被变异的黄鼠狼给咬了，其实就破了点皮，那黄鼠狼还是我给赶走的，但这事可炸了锅，他们以为是我把它给咬了。小孩一个劲的解释，是一只黄色的狗咬了他，可就是没人信。傍晚，全村人堵在我家门口，连当初支持我的老张都不说话了，李婶更是支支吾吾说不出话。秀芝姐，这次真的不能留你们了。村支书也不干，非要赶我走。给俺1晚上，明早就走。那晚，我妈收拾了个大包袱。儿子，不管别人咋说，妈信你，你咋可能咬他？这帮没良心的！俺儿子帮他们的时候，1个2个恨不得把俺儿子当宝贝。半夜，我妈牵着我离开村子，我脖子上挂着新绣的香包，里面装着艾草、雄黄和一堆草药。我妈的背影佝偻了许多，但攥着我的手依然有力。儿子，妈带你去寻医，有个老中医专治疑难杂症。我嗯嗯的回应，抬手拂去她脸上的泪。我妈哭得更凶了，会给人擦眼泪了，俺儿子快好了。我们一路沿着铁路往南走。第5天，我们沿着省道继续走。中午时分，我们找到了那个种植基地。突然，一个精瘦的小老头举着猎枪从树丛里蹦出来，枪口对着我的脑袋。站住！丧尸是你养的？这是俺儿子，明明。你身上怎么有艾草味？可不是嘛，俺天天给俺儿子熏艾灸，祖传的手艺。进来吧，我姓顾，以前是中医学院的教授。顾老头的种植基地像个世外桃源，半亩地里种着各式草药，角落里还圈着几只下蛋的母鸡。顾老头摘了片薄荷叶塞我嘴里，我嚼了2下，黑的吐出来。他在本子上记着什么？有味觉，好事。顾老头给我做了全面检查，
不可思议，病毒活动明显受抑制，而且看看这牙龈，新长出来的。俺就说吧，俺儿子肯定能好。顾老头转身从柜子里取出个布包，展开是一排银针。那天下午，我身上扎了几十根针，我妈在旁边学着认针。太阳西斜时，顾老头起针，最后一根银针离开我的百会穴时，我打了个哆嗦，嘴里含糊的蹦出个字。顾老头一听丧尸讲话，吓得一个撤步。我妈习以为常，从兜里掏出块肉干塞我嘴里。知道饿就是好了。晚上顾老头领我们吃饭，席间他告诉我妈，他体内病毒和人类免疫系统形成了微妙平衡，你那些土法子歪打正着。我妈很高兴。就这样，我们在顾老头这住了下来。我妈帮他料理药铺，我负责巡逻，没有丧尸敢靠近这片地方。顾老头每天给我扎针，配各种难喝的药汤。我妈偷偷往里加蜂蜜，被发现了还嘴硬。中药太苦，加点糖咋了？1个月后的一天，我正在药铺边赶天数，却听见顾老头屋里传出争吵，我妈的声音尖利。我以为我妈受委屈了，冲进去时看见顾老头拿着把明晃晃的手术刀，我妈挡在我面前，是顾老头想取我的一点脑组织研究，最后妥协的结果是只取头皮。那晚我妈气得给我洗了3遍头，边洗边骂：不死的，惦记儿子的脑子！儿啊，不管你能不能好，妈绝不会让人欺负你。秋天快来时，我的变化更明显了，能吃的食物种类多了，偶尔能发出简单的音节。顾老头在笔记本上写写画画，他话没说完，外面传来引擎声。老头，把粮食和药交出来！我操，有丧尸！大儿子，老娘跟你没完了！顾老头！他疯了，拦不住他！快撤，别乱站着！走啊，烧了他的药铺，点着了！快走，快到车上！我妈连滚带爬扑到顾老头身边，老头脸色惨白，但还撑着最后一口气。他沾血的手从怀里摸出本笔记。我们在药铺后埋了顾老头，我妈把他留下的布包贴身收好，里面除了那本残破的笔记，还有个小布袋，装着各种各样的种子。离开前，我妈在顾老头坟前磕了3个头，我学着他的样子也磕，结果用力过猛，把额头剩下的好皮也蹭破了。我妈又气又笑，拿顾老头留下的药粉给我糊上。这个地方不能待了，我们沿着公路继续走，快要到达收容所时，我们遇上了大暴雨。我妈怕雨水泡烂我本就不多的好皮肉，给我理了层塑料布。我们躲进个废弃的公路收费站，里头已经有3、4个避雨的流浪汉。丧良心的，连孤儿寡母的粮食都偷。自从离开顾老头那，我妈就教育我不能吃活物，我得听她的。最后我妈用帮流浪汉治疗风湿的代价，跟流浪汉换了条咸鱼尾巴。儿子，咱们快到了。您好，我想找刘医生，这里是收容所，不接待外人。你们找他做什么？给他看病。宁宁，快问阿姨好。不用瞒我了，他被咬多久了？还保留多少人类行为？有味觉，会自己吃东西，会使用工具，能帮忙拎东西。他有时候还能记起我。跟我来吧。这些是被咬后没完全转化的孩子，我在用血清延缓病毒扩散。你儿子是个奇迹，我们需要观察他。我们在收容所住了下来，我妈说不能白住，她负责厨房，她炖的大锅菜能让最挑食的孩子舔盘子，我则被刘医生带去配合研究。孩子们见过许多跟我一样的人，那里面包括他们的伙伴，他们并不怕我。有个叫念念的小女孩，甚至每天给我编辫子。有天我正晒着太阳任她摆弄，听见厨房那边咣当一声，我条件反射的冲过去，看见我妈摔在地上，一锅热汤眼看要泼到身上，我一把扯过晾着的床单挡了上去，热汤全浇在我胳膊上，腐蚀的皮肉滋滋响。我妈一咕噜爬起来，抓着我的烂胳膊就往凉水桶里按。刘医生闻声赶来，看到我冒着烟的胳膊愣住了。他在保护你，他比我设想的更有希望痊愈。试试这个，可能对他有帮助。那天晚上，刘医生给了我妈1小瓶血清，我妈如获至宝，连夜给我后颈扎了一针。结果我发烧了，丧尸本来该是冰凉的，现在脑门烫的能煎鸡蛋。我妈一趟趟的打来冰凉的井水，给我擦了一宿，边擦边哭。都怪妈心急。第2天我退烧了，刘医生检查后惊讶地发现，胃里的腐肉量减少了，他在转向人类饮食，食量开始减少，对生肉的渴望也在减少。我想
可能是血清激活了休眠的人类基因。我妈听不懂这些，只知道我快好了。她看见我能对着炒鸡蛋流口水，而不是生鸡肉，乐得宰了只老母鸡庆祝。好景不长，1周后的深夜，警报响起，我们外出找药的队伍被丧尸群围在了镇口。我们乘车去支援。到达地点后，刘医生抄起医药箱就要冲出去，我妈拦住他：“你打不过他们，让儿子去，儿子一个能打他们他居然把丧尸当白菜撕！”我妈小跑过来，掏出手帕给我擦脸。看看，弄得满脸血。回程路上，念念非要我背，我僵硬的蹲下。小姑娘爬上来搂住我脖子。我们这群人走得极慢，刘医生扶着伤员，我妈拎着找回来的药箱，我背着熟睡的念念，她的小手无意识地摸着我的烂脸。哥哥，这破风真大，迷眼了。第二天，孩子们给我开了表彰会，奖品是个纸糊的王冠。他或许真能痊愈，不是或许，俺儿子一定能痊愈。他一直都知道，他的儿子只是病得久了点，但总有一天会蹦蹦跳跳的再喊他妈。可是那天晚上我再次发烧，不是之前的发热，是那种从内往外冒寒气的反烧。我妈把全院的棉被都裹我身上，我还是抖得像筛糠，牙齿咯咯打颤。刘医生摸着我冰凉的额头，这样下去可不行。我给他抽一管子血出来，拿去化验。刘医生给我抽血，抽出来的血黑得像墨汁。后半夜我安静下来，但皮肤上的腐肉和新肉开始拉锯战，这边刚长出新皮，那边又烂出个洞。我妈守了一夜，天亮时刘医生红着眼睛进来，手里拿着化验单。病毒在和人类细胞争夺主导权，所以俺儿子在跟病毒打架。我妈轻轻拍着我起伏的胸口，加油儿子，揍扁那破病毒，妈知道你可以的。第3天我开始狂躁，差点咬到送饭的阿姨。刘医生的脸色越来越凝重。秀芝姐，他现在很危险，为了孩子们的安全，先把他关起来吧。不中，儿子不会伤人。我妈气得家乡话都蹦出来，两人吵得不可开交时，念念哭唧唧的跑进来。明明哥哥又发烧了。别急，怎么回事？医务室里，我正蜷缩在墙角发抖，身边结了一层薄霜。我妈二话不说，脱了棉袄裹住我，自己就穿件单衣。她把我乱糟糟的脑袋按在胸口。儿子，坚持住，妈不能没有你。刘医生站在门口，红着眼看了很久。是这个刚配的，但是我不知道会有什么副作用。真的没别的办法了吗？那针打下去，我浑身冒冷气。我妈死死抱着我不撒手，任凭寒气把她的胳膊冻得青紫。值得吗？他可能永远都不会恢复。当妈的哪有什么值不值得？俺儿子好，俺才能好。我的情况变得越来越糟，时而昏睡不醒，时而狂躁不安。有次发作时差点伤到念念，幸亏只扯掉了她一缕头发。念念不可置信地坐在地上哇哇大哭，扭头跑出了我的房间。尽管我已经清醒，刘医生还是坚决要给我上束缚带。我妈堵在窗前不让。让开！你要害死所有人吗？我妈抄起拖把横在胸前，鼻涕眼泪哭了满脸。俺儿子不会伤人，你不能把他当畜生似的拴起来。儿子现在有意识了，他会记住的。刘医生愣住了，那句他跟牲畜还有什么区别卡在嘴边，被他生生咽了下去。他也是有孩子的人。念念的哭声从外面传来，是他爬树摔了，膝盖擦破一大块。我停止挣扎，眼珠转向声源，喉咙里发出呜咽般的声响。刘医生犹豫了一下，松开我的束缚带。我妈立刻扑上来抱住我。你是不是想去看念念？咱去看看他。我踉踉跄跄地跟着我妈来到院里，念念坐在石凳上哭，见了我伸出小手。明明哥哥，痛痛，我想爬上去给哥哥摘果果，让哥哥的病快点好。我慢慢蹲下，用腐烂的手指碰了碰念念的伤口。我撩起自己的衣角，轻轻擦掉了念念脸上的泪。是情感刺激，我懂了，我终于懂了。明明对念念的感情抑制了病毒活性，人类强烈情感能克制住病毒的。说人话。他因为爱你们，正在有所好转。他当然爱俺，俺知道的。新的治疗方案当晚就开始了。刘医生不再单纯注射血清，而是让我妈和念念陪在我身边，在我清醒时给我看老照片，讲小时候的事。我妈说到我5岁走丢那次，我含糊的说了个怕字。我妈激动的直拍刘医生后背。俺儿子说怕了。继续，逐渐唤醒他的情绪。治疗开始有成效，我的狂躁发作少了。有天念念给我梳头，我抬起手指了指她口袋里露出的卡纸。
明明哥哥要这个，要完折纸。我僵硬的点头。刘医生在病历上记下。认知功能恢复，精细动作改善。我妈抓住希望，开始教我用腐烂的手指折纸船。虽然我折出来的东西歪歪扭扭，但它还是宝贝似的收进贴身的布袋里。等儿子全好了，咱一起放河里。就连房间的窗台上也摆满了我创作的折纸，丑青蛙、缺脚的飞机、3条腿的兔子。3个月后，我长出了完整的皮肤，连指纹都清晰可见。我妈捧着我的手，一言不发地愣了许久，只有豆大的泪珠一滴一滴落在我手上。我能听懂更多的人类语言。以前我妈喊明明吃饭，我只会流着哈喇子往肉上扑。现在她一说洗手，我就乖乖把爪子伸进水盆里。即便是一点小事，我妈也会毫不吝啬地夸我。俺儿子真棒，真讲究。入秋后，我妈种下的菜园子丰收了。我妈带着我和念念去摘南瓜，念念骑在我脖子上，小脚一晃一晃的。我走路还是有点瘸，走一步胯骨肘子嘎吱一声。夜里我摸到念念床边，小姑娘睡得脸蛋红扑扑的，怀里抱着个破布娃娃。我盯着她看了一会儿，伸手把她的被子往上拉了拉，一扭头就看见念念睁着眼，2个眼睛亮亮的看着我。我伸了一个手指头放在唇边，念念也模仿着我，扬起嘴角笑了。第二天，念念一睁眼就喊：明明哥哥昨天给我盖被子啦！胡说，你明明哥哥半夜只会磨牙放屁。真的？我妈一愣，转头看我。我的儿子真的要回来了。可是好景不长，夜里我浑身抽搐，腐肉大片大片的往下掉，新长的皮肤又红又肿。我妈急得直跺脚，把顾老头留下的草药全熬了，一碗一碗往我嘴里灌。刘医生翻遍了遗书，最后犹豫着说：他现在处于临界点，要么彻底变回人，要么啥？要么彻底变成丧尸。这个月的药已经用完了，只能去镇上找药。可秦叔他们开车出去找物资还没回来，俺去镇上找药。不行，太危险了，外面全是丧尸。俺不怕。最后刘医生拗不过他。那带上明明，他现在的状态，留在院里不安全。你找到药，第一时间给他服下。天没亮，我妈就轰轰发动了拖拉机，念念哭唧唧的追出来，往我手里塞了个东西。明明哥哥，你好好的。我妈开着拖拉机带我上路了。去镇上的路上，我妈一边走一边跟我说话：儿子，你坚持住，等你好全了，咱回家种地去。妈给你攒了半袋子好种子，有西瓜，有黄瓜，还有你最爱吃的草莓。你爹要是知道你病好了，肯定高兴。说到这，他不吭声了。我爹早没了，被丧尸咬的。我妈开着拖拉机走了整整1天，我在拖拉机上乖乖坐着。太阳落山时，我们终于到了镇上。街上静悄悄的，商店的玻璃全碎了，广告牌斜吊在半空，风一吹嘎吱直响。我妈把拖拉机停在药店门口，敲碎剩下的半扇玻璃窗，爬了进去。儿子，咱找药去。我躺在拖拉机上，仰头看天，星星真亮啊！小时候，我妈抱着我在院子里数星星，说天上一颗星，地上一个人。那我是哪颗呀？最亮的那颗呗。可现在我连人都不是了。我妈在药店里翻了半天，抱着一堆瓶瓶罐罐跑出来。儿子，妈找到药了。我妈撸起袖子就要给我扎针，针头刚碰到我的胳膊，远处吼叫，是丧尸，而且不止一个，是一大群。坏了，早不来晚不来，咱这时候来。我一把扯断捆着我的绳子，跳下拖拉机挡在他前面。丧尸群越来越近，领头的那个缺了半边脸，牙齿黑黄，哈喇子拖得老长。我妈不再犹豫，抄起草耙子，儿子，娘俩一起上。后来的事我记得不太清了，只记得我扑上去撕咬扯，我妈也没闲着，草耙子抡得呼呼生风，专敲丧尸的膝盖骨，打着打着，我觉得像是有什么东西在血管里烧。我低头一看，所剩无几的烂肉正一块一块往下掉，底下露出粉嫩的新皮。我一愣，结果被一个丧尸扑倒，他张嘴就咬，可牙齿刚碰到我的新皮肤又缩了回去。我趁机一拳捶爆了他的脑袋。天亮的时候，战斗结束了，满地都是丧尸残骸。我妈坐在台阶上喘气，草耙子都敲弯了。我低头看自己身上的烂肉掉得差不多了，新长的皮肤泛着健康的粉色。我试着动了动手指，关节灵活，连指甲都是完整的。妈，儿子，儿子，妈，我渴了。有，妈有，妈这有水，你还想要啥？妈啥都有。回到住所，念念第一个跑出来，一把抱住我的腿。明明哥哥，你的脸变好看了。看来我的孩子们也有救了。我妈得意的不行，逢人就讲她儿子好了。我终于变回了明明，有时候我还是会做噩梦，梦见自己又变回了那只丧尸，但每次惊醒，
我妈都在旁边摸着我的额头。儿子，不怕，妈在呢。我逐渐痊愈，情感变得汹涌，记忆逐渐恢复。望着镜子里的自己，苍白脸色，黑色瞳孔比常人大一圈，笑起来就会露出尖牙，是张丧尸与人类拼接的脸。但我妈看得欢喜。儿子真俊。我的嘴角荡漾起弯弯的弧度。妈，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妈，谢谢你用无条件的爱把我接回了人间。